Apple Store 里面有不少的笔记 App，很多人纠结于到底该选哪一个。其实不同的笔记 App 各有各的特点，擅长不同的场景。因此呢，首先我们要明确自己记笔记的场景是什么，再来有针对性的选择会更加有效。现在 Notability 和 GoodNotes 在 iOS 里面是最流行的两款手写笔记的 App， 而且它们两个在最近都有比较重大的更新。那么到底哪一个更适合于你呢？如果我就喜欢用 GoodNotes， 但是我还是需要录音的功能，我应该怎么去做？这个视频将会告诉你所有你需要的信息。Hello， 大家好，我是 Axton， 我的频道是向大家介绍与效率相关的 App、科技以及知识方面的内容。如果您对这些内容感兴趣的话，就订阅我的频道，按下小铃铛并点个赞，您就不会错过任何新的视频了。这些笔记 App 都是我曾经购买和试用过的，其中 NoteShelf 也是比较流行的一款手写笔记 App。那么这次我为什么没有评测它？是因为 NoteShelf 在我的第一版的 iPad Pro 上面书写延迟比较大，而且经过很多版本的更新也没有得到提高。不过如果您希望我对 NoteShelf 也做一次深度评测的话，请您在下方留言。今天我们将从4个主要的方面来对两个笔记 App 进行对比分析。首先我们来看独特的卖点。对于 Notability 来说，它的录音功能就是它最大的卖点。在录音重放时，录音时记录的笔记，无论是手写笔记还是键入的笔记，也会跟随重放。点击某一条笔记，录音就会跳到输入这条笔记的那个时间。She was 63 years old and living alone for the first time in her life. Flushed, hazel eyes sparkling. Do you think 这是目前其他的笔记 App 都做不到的。因此，如果有在做笔记的同时有录音的需求，那么 Notability 是更合适的选择。GoodNotes 的录音功能千呼万唤，始终也没有出来。其实对于 GoodNotes 来说，开发录音功能确实有一定的困难，因为它的录音功能只有超越 Notability， 哪怕只有一点，才能给人以惊艳的感觉。否则，它做出来的录音功能就会让人看来没有什么的特色，也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那如果有人就是喜欢 GoodNotes， 但是又有需要录音的场景怎么办？影片的最后我会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配合 GoodNotes 使用的一个录音 App。而 GoodNotes 的最大卖点就是它整体的操作效率。它在各个方面对操作效率的考量是其他 App 都比不上的。以下我们分几点来看。书写笔记的时候，使用不同的颜色标记不同的笔记是一个很常用的功能。我记得我曾经给几个笔记 App 的开发商都发过反馈，希望他们能增加快速切换颜色的功能。GoodNotes 5终于把颜色和粗细的选择放到工具栏上了，这样在书写的时候切换颜色将会非常的方便。而遗憾的是 Notability 的工具栏一如既往地保持着有限的几个图标。Notability 的工具栏还有很多的这个富余空间，不清楚为什么它至今不把切换颜色的功能放在工具栏上面。因此相比来说 GoodNotes 切换颜色只需要一次点击，而 Notability 则需要2次点击才能切换颜色。这不但会影响效率，同时对思路的连续性也是一个很大的干扰。Notability 插入图片需要经过以下的几个步骤：点击加号、图片库，然后选择一个影集，选择一个照片，把它拖到你所需要的地方。相比来说 ，GoodNotes 在插入多张图片的时候，这优势很明显。点击插入图片图标之后 ，GoodNotes 就会在工具栏上列出你的图片库里头的照片。这时候就可以直接把你所需要的照片拖入到笔记里边。
工具栏上一共只可以显示50个照片，不知道为什么不能显示所有的照片，也许是 GoodNotes 出于性能上的考虑。另一种插入图片的方法就是直接使用相机进行拍照，我会更经常的用到这种方式来插入图像，因为我在进行产品调研的时候，经常会和用户沟通，期间可能需要拍摄照片并进行标注，此时插入照片的效率就尤为重要，否则的话就跟不上用户叙述的进度。首先来看 GoodNotes， 点击相机的图标，然后我们在需要插入照片的位置单击，这时候就会把刚才拍摄的照片插入到我们所选的位置。对于 Notability， 如果要通过相机拍摄插入图片，首先它是没有办法去选择我们事先要插入照片的位置，点击加号，然后选择相机，拍摄完成之后，照片就会默认出现在页面的正中央。那么通常情况下，我们会需要把它调整到一个合适的位置。这个动作实际上是比较影响效率的一个动作，尤其是在拍摄照片标注的情况比较多的时候。所以从插入照片的角度来说， GoodNotes 的效率略高一筹。另外 GoodNotes 的橡皮可以自动的取消选择，比如当我们现在的状态是书写的状态，如果我们需要擦除某一部分内容，点击橡皮，擦完之后一抬笔，它就会返回到前一个状态。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书写后面的内容。这个功能对于笔记的效率还是非常有用的。还有一个我认为 GoodNotes 相对来说效率比较高的一个功能是清除页面。我之所以看重这一项功能，是因为我经常会用笔记的 App 打草稿、做草图，或者随手涂鸦，完成以后就会把当前的页面清除掉。当然，如果您没有经常需要清除整页的需求，那么这个功能也就无需关注。对于 GoodNotes， 清除页面只需要点击它的菜单按钮，然后在菜单中选择清除页面，就可以把当前页面清除掉。所以2次点击就可以完成操作，或者也可以双击橡皮，在橡皮的弹出菜单中也有清除页面的功能。但是 Notability 清除页面就会显得稍微复杂。Notability 如果需要清除当前页面的话，首先需要打开侧边栏，然后在侧边栏当前页面的左下方点击弹出菜单，从弹出菜单中选择清除页面。由此看来 Notability 在清除页面方面操作是比较繁琐的。接下来我们从文档管理和组织方面对二者进行对比评测。首先我们来看文件的管理。 GoodNotes 是采用了一种文件夹的管理方式，我们可以创建一个文件夹，在文件夹里面还可以继续再创建文件夹，也可以创建笔记本。由此可以看来 GoodNotes 采用的是一种无限层级的文件夹的管理方式，这和我们平常使用的 Windows 的资源管理器是类似的。但是 Notability 它采用的就是一种不同的方式来对笔记进行管理。我们点击加号看，它主要是通过主题和分隔条来进行管理。首先分隔条相当于一个顶级节点，那么分隔条的作用是将主题进行分组，这样我们在一个分隔条下面就可以创建多个主题，而主题是用来保存笔记的。我们所有的笔记只能创建在某一个主题里边，所以 Notability 对笔记的管理实际上它只有3级，就是分隔条、主题以及笔记。
相对来说，我更加喜欢 Notability 的管理方式，因为它更加直观。GoodNotes 由于它是以一种图标的方式在显示所有的文件夹和笔记，所以它会比较容易导致我忘记了自己记过的某个笔记在哪里。而 Notability 采用的是一种树形的结构，可以很容易的找到自己所需要的笔记在什么位置。而且3级的分类方式已经适用于大多数情况了，过多的分类反而会带来管理成本的增加。Notability 可以对主题进行密码保护，我们可以点击编辑，然后点击主题，每个主题旁边的设置图标，在弹出窗口里面选择锁定对象，这个主题以及这个主题之下的所有的笔记都被锁定。如果我们需要访问这个主题，那么我们必须要使用密码或者 Touch ID 进行解锁。GoodNotes 里面没有提供密码锁定的功能。导入 Office 文档，我们以 Word 文档和 PowerPoint 文档为例，从导入效果上看，明显 Notability 占有优势。首先，我们导入一个 Word 文档。GoodNotes 导入 Word 文档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在 Word 文档当中的图片显示不全和显示错位。然后我们再用 Notability 导入同一篇 Word 文档。从导入之后的效果来看，虽然字形有了一点点的变化，但是图片基本上都显示正常。我们再导入一个 PowerPoint 文档进行对比。首先通过 GoodNotes 导入一个 PowerPoint 文档。导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显示的格式有些混乱，同时 PowerPoint 当中的水印变成了大大的黑体字。通过 Notability 导入同一篇 PowerPoint 文档。我们可以看到导入之后的结果基本上与原文档类似，只是字体有了一定的变化。所以相比较而言， Notability 导入 Office 文档的效果更容易被接受。但是对于手写笔记 App 来说，导入 Office 文档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如果需要得到最好的导入效果，应该是通过 Word 或者 PPT， 首先把它这个文档导出为 PDF， 再把 PDF 文件导入到笔记 App 中，这要比在笔记 App 中直接导入 Word 文档或者 PowerPoint 文档来的效果更好。导入一般的 PDF 方面，二者功能相差不大，但是对于导入具有表单的 PDF 文档，那么 GoodNotes 则完胜 Notability。首先我们来看一个具有表单的 PDF 文档以及填写了文档之后的样式，在电脑上显示的效果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表单里头，我们都填入了内容，选择框也做了一定的勾选。首先我们把这个 PDF 导入到 GoodNotes 里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PDF 导入到 GoodNotes 之后，我们之前在表单上填写的内容依然存在。然后我们再把同一个 PDF 文档导入到 Notability 里面。导入之后，大家可以发现，在 Notability 里面，所有表单上填写的内容全部都丢失了。GoodNotes 对页面的管理提供了缩略图、收藏夹以及大纲3种视图。对于每一个页面，它都有相应的上下文菜单，也可以对页面进行单选或者多选。选择之后可以拷贝、旋转或者导出、删除。Notability 对页面的管理方式是
提供了3种视图，所有的页面、书签以及搜索。每一个页面的左下角都有上下文的菜单，包括添加页面、剪切、拷贝、清除页面以及删除页面。接下来，我们从笔记编辑的角度来对二者进行对比。首先，我们来看手写。我使用的设备是第一代的12.9寸的 iPad Pro 和 Apple Pencil， 这2个 App 的手写流畅度均达到了很高的水准，书写流畅，没有延迟。至于笔记的效果，因人而异。相比之下，我更喜欢 GoodNotes 的笔记效果。实际上，一直以来 Notability 的笔记效果，我认为并不好看，感觉似乎是 Notability 并没有过多的对笔记进行修饰，而 GoodNotes 则明显对笔记进行了一定的美化。当然，这同时造成了有些笔记完成以后会有一种水滴回缩的感觉，但是这种感觉对体验几乎没有影响。下面我们再对比二者的文本处理。Notability 在处理文本上具有压倒性的优势。Notability 提供了2种文字功能，一种是文本框，还有一种是直接输入文字。我们可以拷贝和粘贴一段长文来看看效果。大家可以看到 Notability 粘贴长文的表现相当于一个文字处理软件，所以说它除了可以作为一个手写笔记的 App 之外，完全也可以胜任一个以键入为主的笔记本。而 GoodNotes 仅提供文本框一种方式，粘贴长文几乎是不可用的，因此 GoodNotes 的文本功能仅适合于插入少量的文字。由此可见二者的产品理念不同。GoodNotes 是一个手写笔记本，而 Notability 则是一个全能型的笔记本。相对来说 ，Notability 的形状用起来比 GoodNotes 要稍微简单一些。在 Notability 里面，画完形状以后，只要保持笔不动，它就会自动转换成形状。同时，我们可以对这个形状进行放大和缩小，以及调整它的样式。而在 GoodNotes 里面，如果需要形状的话，则首先要选择它的形状工具。相对来说，要显得不是那么很方便，多了一个点击形状工具的步骤。如果要对形状的样式和大小进行更改，则需要使用套索工具。选中形状之后，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大小的调整、角度的调整，同时也可以对它的颜色进行调整。在 GoodNotes 里面，如果需要填充色，那么就需要点击这个形状图标，然后打开填充颜色的开关。这时候画出来的形状就会带有同色的一个填充底色。GoodNotes 的搜索结果展现略微直观，比如我们搜索竞品，搜索完成之后，标题和内容包含关键字的文档都分类显示，而且关键字的高亮很明显。打开文档以后，关键字也保持高亮。Notability 的展现与 GoodNotes 类似，只是内容检索结果的缩略图中没有高亮的关键字。二者的套索工具基本功能都一样，但是 GoodNotes 的套索工具有一个独特的功能，就是屏幕快照。我们可以把套索圈定的范围屏幕截图，那么截图之后的内容可以进行分享。GoodNotes 支持 PDF 的目录及 Outline。
大家可以在页面的缩略图中选择 Outlines， 就可以看到这个 PDF 的目录。同时，在书写的状态下， PDF 当中的超链接是不可点击的，这样可以防止误操作。只有在阅读的状态下才可以点击。而 Notability 对以上2点都不支持，它既不支持 PDF 目录，导入的 PDF 中的超链接是随时都可以点击。但是 Notability 有一个非常有用的功能，就是它支持过滤标注过的页面。这是一个很有用的功能，我认为这个功能的重要性会强于 GoodNotes 的以上2点功能，因为在批注一个长篇 PDF 文档之后，使用过滤功能可以将自己标注过的页面集中在一起，方便整理和回顾。使用这个功能只需要打开 Notability 的侧边栏，然后选择第2个图标就可以了。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认为 Notability 在 PDF 标注方面略胜一筹。在图片的处理上，二者并没有很大的不同。比如 GoodNotes 可以对图片进行旋转、缩放、改变大小，也可以对图片进行裁剪。裁剪可以使用矩形方式，或者是任意的手写方式。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在 GoodNotes 中，移动图片上面的标注不会跟着移动。如果希望图片和标注一起移动，那么则需要利用套索工具。但是在 Notability 当中，在图片上面的标注会随着图片的移动而移动，会随着图片的放大缩小而放大缩小。相对而言，我更喜欢 Notability 的处理方式。因为既然我在图片中做了一些标注，那我自然是希望这个标注的位置保持固定。跨 App 之间的拖放 ，GoodNotes 完全胜出。这表现在以下2个方面：第一，将 GoodNotes 当中的内容向 Apple Notes 中拖放，可以直接作为图片插入到 Apple Notes 当中。而 Notability 无法做到拖放。如果需要 Notability 达到类似的效果，那么只能通过拷贝和粘贴的方式。第2点，如果是拖动到诸如 Drafts 之类的纯文本 App 里面，那么 GoodNotes 会自动的将手写识别为文字之后再插入，而这一点 Notability 是做不到的。在导出方面，二者相差不大。GoodNotes 可以支持导出为 PDF、图像以及 GoodNotes 本身的格式，同时对 PDF 的数据格式，它可以选择是否可编辑的。而 Notability 的导出，它可以支持导出为 PDF、Notability 的原生格式、图片，同时它还支持导出为 RTF， 这也是 Notability 可以作为一个纯文字编辑器的体现之一。首先 ，GoodNotes 具有演示的功能，可以在外接显示器的情况下作为白板演示。这一点还是很适合学生和商务人士的需求。另外就是同时打开2个笔记 ，Notability 可以左右并排同时打开2个笔记。
我们从 Notability 的侧边右滑就可以打开笔记切换器，点击笔记的快捷按钮，我们就可以选是在左侧还是在右侧打开。虽然 GoodNotes 没有这个功能，但是借助于 iOS 的多窗口的能力，实际上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我们也实现了左右并排同时打开2个笔记的功能。最后是关于它们的稳定性方面的一些问题。在使用 Notability 的过程中， Notability 会出现笔记本无法打开的问题。在打开一个笔记的时候，它会显示无法装载元数据，因此造成了这个笔记再也不能打开。Notability 的官网认为这是 iCloud 的同步造成的。这个问题导致我丢失了很多笔记本，这也是我放弃 Notability 的一个原因。因此，如果您使用 Notability 的话，保险起见一定要打开自动备份的功能。总结今天的评测，如果您需要在记录笔记的同时进行录音，尤其是在批注 PDF 文档的同时需要录音，那么 Notability 是您的首选。否则 GoodNotes 无论在整体操作效率还是功能细节方面，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最后，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我配合 GoodNotes 使用的一个录音 App Noted。Noted 在录音方面具有和 Notability 类似的功能。当在录音的同时输入文字或者手写备注的时候，它就会与当时的录音的时间点对应起来。之后在回放录音的时候，如果你点击相应的笔记，那么录音就会自动跳转到输入笔记的那个时间点。如果您希望更详细的了解 Noted， 请您在下方留言，后续我会制作影片对 Noted 进行详细的评测。